有哪3种营养素能帮助降胆固醇？降胆固醇需要减肥吗？降胆固醇3餐怎么吃？怎么规划个人饮食？一起来了解3种营养素帮助降胆固醇。1. 单元不饱和脂肪酸，如特级初榨橄榄油、酪梨、杏仁。单元不饱和脂肪有助于提高 HDL， 降低 LDL， 对心血管健康有益。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占总热量的10到 15%， 帮助维持健康的胆固醇水平。2. 可溶性纤维，如深绿色蔬菜、燕麦、豆类等。可溶性纤维会与胆酸结合排出体外，促使肝脏消耗更多胆固醇来合成新的胆酸，进而降低 LDL。每天摄取5到10克可溶性纤维，有助于 LDL 降低5到 10%。3. 植物固醇和抗氧化物，如核桃、开心果、黄豆、胡萝卜。植物固醇的结构与胆固醇相似，可竞争性的抑制肠道对胆固醇的吸收，有助于降低 LDL。抗氧化物可减少 LDL 氧化，预防动脉硬化。每天2克植物固醇加上抗氧化食物，帮助降胆固醇并保护心血管健康。降胆固醇需要减肥吗？视个人需求而定，因为胆固醇和体重没有直接因果关系，许多瘦的人也会有高胆固醇。但是肥胖的人大多有新陈代谢的问题，无法完整代谢掉血液中的脂肪、糖类，造成血脂升高，容易有心血管疾病的风险。常见的减肥方式大多是透过燃烧热量的方式，让消耗的热量大于进食的热量，借此降低体重或是降低体脂肪。但燃烧热量不一定可以降低血脂肪，血脂主要存在血液及细胞之中，很难只利用运动的方式快速减少。如果体重或体脂超过建议标准，可以透过调整饮食和运动来改善血脂和健康状况。单靠减重不一定能降低胆固醇，关键主要在于饮食控制，并搭配运动提升细胞活性，让细胞有更强健的效能消化过多的脂肪、糖类，进而降低血脂肪、血糖，才能有效率地降低胆固醇。降胆固醇3餐怎么吃？请依照医师或营养师根据你的身体状况做最适合你的餐食规划，以下举例供参考。6步骤规划个人饮食。坐办公室的轻度工作女生，身高165公分，体重57公斤。第1步，评估体重。首先，用身体质量指数 BMI 计算，体重公斤除以身高公尺乘身高公尺等于57除以 1.65 乘 1.65 等于 20.9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BMI 标准，她的 BMI 是 20.9， 介于正常范围，自己也无减肥需求。第2步，计算每日总热量。每日所需总热量等于目前体重公斤乘每公斤体重所需热量大卡，等于57公斤乘30大卡，等于1710大卡。第3步，热量分配和摄取量。依照饮食建议选择每日所需热量比例，以下根据 NCEP/ADP3 建议。1. 糖类占 50% 到 60%， 所以糖类1710大卡乘 55% 除以每克糖类4大卡等于235公克。2. 蛋白质占 15%， 1710大卡乘 15% 除以每克蛋白质4大卡等于64公克。3. 脂肪占 25% 到 35%， 1710大卡乘 30% 除以每克油脂类9大卡等于57公克。饱和脂肪酸低于总热量的 7%， 1710乘 7%除以每克油脂类9大卡等于13公克。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最多占总热量的 10%， 1710乘 10%除以每克油脂类9大卡等于19公克。单元不饱和脂肪酸最多占总热量的 20%， 1710乘 20%除以每克油脂类9大卡等于38公克。如橄榄油10毫升含饱和脂肪酸 1.3 公克，多元不饱和脂肪 0.5 公克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 7.4 公克。4. 膳食纤维每日摄取20到30克，约每天吃6份蔬菜加4份以上全谷类，如青花菜每100公克含 2.6 克膳食纤维，糙米饭每100公克含 1.8 克膳食纤维。选择含高粘度可溶性纤维的食物，帮助代谢胆固醇，如含贝塔葡聚糖的燕麦、含果胶的苹果等。5. 胆固醇每日低于200毫克，如鸡胸肉每100公克含57公克胆固醇，鲈鱼每100公克含72公克胆固醇。第4步，分配食物份数。分配食物份数前，需先了解一下食物怎么代换，利用食物代换表，能方便计算食物的分量和营养素。表中将糖类、蛋白质、脂肪含量相近的食物归在同一类，同一类的食物可以相互代换。一份全脂乳品类含有12克糖类，
8克蛋白质，12克脂肪。一份的分量是1杯 240cc 全脂奶等于4汤匙30克全脂奶粉。一份蔬菜类含有5克糖类，1克蛋白质。一份的分量约是各种蔬菜可食部分生重约100克，熟重约1/2碗。一份水果类含有15克糖类，一份的分量是1个苹果，小或柳丁或橘子或土芭乐等于 1.5 个奇异果等于3/4个葡萄柚等于3/4个水梨等于1/2根香蕉，大等。一份全谷杂粮类含有15克糖类，2克蛋白质。一份的分量是1/4碗饭40克等于1/4碗糙米饭等于1/4碗五谷饭等于1/2碗稀饭等于1/2碗熟面条等于1/2碗米粉等于1/2个番薯55克等。一份低脂豆鱼蛋豆类含7克蛋白质，3克脂肪。一份的分量是鸡胸肉30克等于鸡里脊肉30克等于猪大里脊35克等于牛腱35克等于一般鱼类35克。一份油脂类含5克脂肪。一份的分量是1茶匙5克植物油或动物油等于1/6个40克加州洛梨等于2粒7克核桃，另外加2克蛋白质。了解后，接下来就可以进行分配食物份数咯。1. 计算全谷杂粮类份数。将糖类总需要量减去乳品、蔬菜、水果类的糖类含量再除以每份全谷杂粮类的糖类含量15克，便可算出全谷杂粮类所需份数，填入表格，再将其份数对应所含的糖类、蛋白质量填入。所以全谷杂粮类235克减60克，除以每份15克等于 11.6 份。2. 计算豆鱼蛋肉份数。将蛋白质总需要量减去乳品、蔬菜、全谷杂粮类的蛋白质含量再除以每份豆鱼蛋肉类的蛋白质含量7克，便可算出豆鱼蛋肉类所需份数，填入表格，再将其份数对应所含的蛋白质、油脂量填入。所以豆鱼蛋肉类64克减29克，除以每份7克等于5份。3. 计算油脂类份数。将油脂总需要量减去乳品、豆鱼蛋肉的油脂含量再除以每份油脂类的脂肪含量5克，算出油脂类所需份数，再将其脂肪量填入。所以油脂类57克减15克，除以每份5克等于8份。将6大类食物的糖类、蛋白质、脂肪的克数加总，查看以下数值和原本拟定的营养素需求量相差不超过3克，总热量不超过20大卡就可以。第5步，每日摄取分量分配。依照个人饮食习惯，将食物分量分配在早、中、晚餐中。一般人通常会均衡分配3餐的分量，有减重需求的人可以安排早中餐的比例较多，晚上比例较少。第6步，规划菜单。最后以食物代换表选出适合的食物，做出菜单设计。早餐豆浆燕麦丸佐鲜蔬做法。将燕麦、藜麦、薏仁加豆浆放入电锅，内锅上放一个盘子，放入切好的青花菜、洋葱、鸡蛋，外锅加4格量杯水，开关跳起后再焖约10分，再加上半颗苹果和蓝莓，淋上特级初榨橄榄油和撒上海盐即完成。午餐鲈鱼高丽菜糙米饭做法。将抹上少许盐巴的切片鲈鱼、切片胡萝卜、撕碎高丽菜放入电锅，外锅加水1量杯，开关跳起后再焖约10分，淋上紫苏籽油和撒些海盐，加上蒸煮好的糙米荞麦饭和奇异果切片即可。晚餐蒜炒虾仁蔬菜盘做法。在锅中放约10cc 的水，放入大蒜碎、虾仁、毛豆、黄甜椒与芦笋，盖上锅盖焖煮一下，再拌炒至熟。起锅前加入特级初榨橄榄油，搭配电锅蒸好的马铃薯、南瓜，撒上海盐即可。上方法供参考，如有体质特殊或疾病，请医师和营养师指示规划最适合你的饮食计划哦。今天我们明白了帮助降胆固醇的主要营养素和3餐该怎么吃。那么胆固醇过高最好不吃什么？你可以观看这期影片，了解哪10种食物少吃为妙。如果这期影片对你有帮助，请帮我们按赞、订阅并分享给你的周围亲友们，一起获取实用的健康知识。下次再见哟，拜拜。